我是骆展鹏，艺术家。我现在在台北、洛杉矶两边工作。灵感对我来说，比较像是我长期关注一件事情，长期对一件事情有兴趣，然后逐渐酝酿而成的。那如果要我形容我自己的创作，如果非得给它一个定义或标签的话，我会说是 New Fictive， 新具象。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节目主持人朱全斌。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一位画家，那么他擅长呢写实的人物肖像画，他的笔触细腻而且真实，他会描绘出那么人类呢内心深处深藏的那个情绪跟情感。透过他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看起来很沉默又若有所思的脸庞，而且凝视着我们。那里面好像蕴含着非常多的故事、伤痕以及温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他带领我们进入他那个安静而又非常深邃的世界。让我们欢迎艺术家罗展鹏。各位观众好，斌哥好。展鹏哈。我知道你虽然很年轻，可是你在这个美术的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很久了而且从台湾开始到世界各国做展览目前是在洛杉矶跟台湾两个地方来进行做创作那么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么你的这个作品呢非常的写实，但是呢又跟我们看到一般的写实绘画的感觉不一样，好像又多一点那么相信呢对于这个美术比较不了解的观众也许比较不了解你，也不了解什么叫写实绘画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对于写实的理解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么你先想请问你你要怎么样来定义你自己的画？其实写实这个概念在当下的艺术世界其实是一个我会形容它就像是一个有点过时的相框。这个相框你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雕花的甚至镶金的，但是那个金箔已经斑驳脱落的相框在装裱一个这个时代数位相机拍出来的家庭照。所以它已经不能够去形容我的作品。在台湾大部分我们都还是用抽象写实这个概念在看待一件作品的样子，以表象来判断它。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它已经不能形容现在的绘画了。那在我旅行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欧洲跟美国的艺术家。那现在在欧洲跟美国有一个新兴的运动，一群年轻的画家，当然也有到我这个年纪的画家，他们都经历过传统的并且扎实的学院的古典绘画的训练，但是他们想要重新来表达这个时代的样貌，并且使用他们训练后的技术来表达，所以在这个时代，他们称自己为新具象绘画 （New Figurative Painting）。对，所以我想我应该算是这样子类型的艺术家。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艺术运动，所以它其实还没有真的被归类。它是不是真的被定义成新具象？是不是这个名字？可能要等时代的慢慢的推进，我们才可以知道。是，但是我觉得名字从来就不是重要的。是，而不是而我想要传达的是说，我们在看待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尽可能的抛开标签式的讨论。比如说，看待我的作品，然后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写实绘画，然后这个讨论就停了。仿佛我们给它一个定义、一个标签以后，就没有东西可以讨论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就像我讲的，现在在欧洲跟美国有非常多的年轻艺术家们正在重新的用他们的技术接收到的传统的古典的技术来表达这个时代的特征。
的确啊，我觉得人都有很多就是说急于把事情归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好像说我把这个东西定义为什么，好像我就这个内心的焦虑就没有了。的确，我也是看你的绘画啊，虽然非常写实，然后会觉得就是说，跟我们看古典的那个写实，这个尤其是人物肖像画啊，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往往这个人物脸上呈现出来的那个情绪、那个表情，好像又是脱离跟古代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啊，好像比较有我们现代的一种情感啊，或者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一种梦境或者诗意的感觉啊。不知道你在经营这个绘画的时候呢，后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怎么办到这样的一个表象？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它最终的成型是跟命运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常常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像我跟彬哥您这样子坐下来好好谈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充足的时间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不是我选择的。是命运选择我做这件事情，命运选择我把我的作品表现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不是出生在1980年代的台湾，我不会有过去1980年代的视觉经验，我所学习的艺术跟我看到的艺术也不会是当时那个样子。然后，如果我没有得过一些台湾的比赛的奖项，以及我没有拿着奖金去在那个时间点去欧洲旅行，看到非常多伟大的作品，我的作品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生命中没有经历过一些失去，没有经历过一些故事，我的作品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说的是，我的风格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是命运决定的。是，但是这个引申出来的问题是，究竟谁决定我的命运？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问题啊。那就像你讲的是说，你觉得是命运决定你成为一个画家啊。可是我看资料，你也是属于学院派的，算是科班出身的画家啊。难道你在大学报考要念美术系的时候，那一刻你都还没有决定要成为画家吗？就所谓这个命运，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说你是这个命运要走上这个画家之路？那是在什么瞬间什么 moment 决定的呢？非常小就决定了。很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了。我父母很早就分开了。我对我妈妈的第一印象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午休，我们大家都趴在桌子上睡觉。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是不是还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从我背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展鹏，有人在操场等你。”然后我那时候才小学3年级。然后我就想，哇，谁啊？谁会在操场等我啊？我爸吗？可是如果是我爸，我为什么老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到操场去，远远的看到有一个女人，然后她看到我就蹲下来，手张开欢迎我。可是我根本没见过她。然后小学3年级而已，然后我就慢慢走过去。然后我看到她哭了。然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那是我妈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你妈妈。OK， 这个故事作为前头是说，我那时候才第一次认识我妈。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去参加写生比赛。在此之前我就是一般的小孩子都喜欢画画。但是小孩子不会去想自己要不要成为画家。然后我跟我妈妈去参加写生比赛，那个下午他就让我在那边画，我们在公园，然后他就先离开，我就继续坐在那边画。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的画，我不知道他是真心觉得很棒，还是一个大人称赞小孩子的自然的说辞而已。他就是说，
哇，你真的画得好棒哦。我想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当个画家。就是从母亲那边得到的称赞，这个是非常重要。对，这是我决定要当画家的第一印象，是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那刚才你也提到说你曾经去欧洲的时候啊，在欧洲看到很多的古典的那个时候的绘画，那个时候影响你非常深。那你觉得你命运决定你看到那些绘画，然后跟你现在你的这个画作所呈现的这种美学你觉得也是经由命运造成，比方说也许在欧洲那一刻造成的吗？我认为是，因为当我在台湾念书跟学习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印象派的绘画仍然是方兴未艾。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有一批前卫艺术、现当代艺术都已经非常的火热在台湾，然后是很前卫，然后也是有很大量的讨论的，可是我们是科班出身的嘛，所以我们的老师都还是以所谓的印象派这个概念在教我们，那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所以很多人，我包括现在，我认为也是这样子哦。很多人对于绘画的印象就是一笔一笔一笔，然后厚厚的，是颜料是堆出来的，对，然后堆出很多的厚度的绘画。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对油画的印象仍然是这个样子。但当我第一次飞到罗浮宫，看到那一些历史中我们在台湾的书本上才会看到的，都是印刷的对，这些大师们的油画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跟我们认知的油画在台湾1980年代认知的油画，跟罗浮宫我看到的油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简单来说，我在那边得到的最强烈的感觉是他们的绘画都带有一种质地。什么叫做油画的质地？我们一般讨论绘画、讨论油画，大家都是看图像。这个艺术家画什么？他画一个瓶子，瓶子有没有代表什么？他画一个人，人是不是非得代表一个什么？事实上，一个美丽的绘画，它不仅仅只是图像本身。它甚至会传递出一种材料的质感，这个质感本身就散发着美。我自从去欧洲看到这些大师们作品的质地之后，我一直希望在台湾的工作室重现出这个质感，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讨论那个东西。这个概念在很多甚至当下的台湾的学校内，包含我认识的艺术家们，没有人讨论油画的质感。所以我在台湾，自己实验了非常多的方法，读了非常多的文献，国内外图书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材料的书，去想要让自己有能够重现我眼睛看到的这个油画材质的美。展鹏呢经由欧洲绘画的启蒙那么发现到了质地的重要。那他不但呢改变了他画画的方法，同时自己也发展了出很多的工具甚至颜料的实验来进行创作。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我在非常多不同的国家展出过，然后我都是跟当地的人合作。在我这些旅程的过程中，与当地人合作的过程中，我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去接触到他们的文化，跟他们沟通，去了解他们做事的方法，这些都会带给我养分。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它是融合了我生命中旅程的经验，然后透过我这个艺术家生命的经验，把它全部融合在一起。
展鹏，我们刚刚讲到绘画的这个质地表现的重要性，那么这应该也跟这个创作者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很有关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产生出不同的质地。对，我很好奇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你一天的生活是做怎么样的安排？我的生活还蛮规律的耶。我现在在台湾的话，我大概早上4点起床，然后我就泡咖啡，喝一杯乳清蛋白，然后开始挤颜料啊，准备画布啊，然后有时候我会回信给就是各个国家我合作的对象，有时候他们会寄信来，然后谈展览的事情、作品的安排等等的，然后开始创作，然后中午我会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回来再创作，然后晚上8点睡觉。哇，非常有纪律耶。那为什么会要8点睡觉，4点起来？是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因为我现在常常来回洛杉矶跟台北嘛，所以对，你知道，我就维持一个平均的时差，在洛杉矶。以这样的时差来说，也是刚刚好。在台北这样的时差也是刚刚好。是。那你的画中像我一开始介绍你的时候你的这个人物都好像我们看你的画，有种跟你的绘画中人物对看的感觉因为他们那个画中人物的那个眼神，好像就是有一种带着这种深邃的眼神在直视着你那个感觉好像让你好像没有办法把你的眼光从这个画作上离开那么好像有话要说，他又不说出来。那我很好奇，到底也许画作那里面的人物是代表艺术家本人嘛？那你觉得他如果要说话的话，会说什么话？的确，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自画像。他们到底要说什么？事实上，我想要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在跟我画中的人对话。他画中的人要说的话，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生命中或是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真实能够被语言化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沟通的是沉默本身。但是沉默就是最大的真实。最大的真相。它包含所有生命中、灵魂中所要说的一切。每一个人一定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每一个人面对我的话，都一定知道他们在沟通什么，不需要我跟大家说。所以我们人类也许太依赖语言了那其实很多的讯息也许非语言的部分是来得更为宽广更深的我认为是因为语言它的辖制性限制性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中文它能够表达的某些语境，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就完全不会被表达出来。是，比如说英文有时态，我们中文没有时态的概念，我们必须用我过去干嘛了，我明天要干嘛来表达时态。但是在英文就不用。所以这个就是语言的限制。是。那我想问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一段落谈到这个写实跟现在走的这种所谓我们用新具象来呈现的这个转变那现在是这种 AI 时代嘛，很多人都用 AI 来复制别人的创作甚至风格对。那么所以呢他也许呢透过 AI 可以模仿出一模一样的一个风格或者笔触那么这个也会让也许实际在从事这个写实绘画的人的话，会面临到很大的危机感所以呢，我想这个也是新具象绘画他们想要突破的一种困境所以呢到底新具象绘画有哪些部分是 AI 无法达到的？一件好的作品，它的价值不应该是成为某个
富豪家墙上的装饰，它应该是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不会具有任何所谓的实用性。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AI 可以做到了，这个艺术家就不用做了，这是有一个实用性的目的存在。我们会认为说这个艺术家做的图能够被 AI 做了，这个图我能够拿来用做什么，所以我不需要这个艺术家了。但事实上不是的。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生命中的故事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来举例我刚刚谈到的概念。彬哥，您知道 NBA 吗？对不对？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热爱看 NBA？ 那最前面的票，我记得好像台币10几万还是20-30万一张票。为什么人们会愿意花这个钱去看？因为人们想要看到的是一个从小在美国黑人街区贫民窟长大的小男孩，他的身边可能是充斥着毒品跟暴力跟枪械，他的好朋友可能在他生长的过程中就被杀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依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天天都去练球，他克服了所有环境中带给他的一切，并且他被选为 NBA 的球员。从最基层干起。第一年他连上场都不行，他必须要在台下顾饮水机，要帮队友加油呐喊，要递毛巾给他们球队的老大头牌的球星。一年一年干下去，直到第2年他渐渐有了上场时间，第3年上场时间越来越多。如果他表现得好，第4年他或许可以进入正式的正选的球员。然后他一直做到了这个球队的巨星的位置，他一直没有拿到冠军。然后在他奋斗了几年之后，在总冠军输掉了几次之后，在最后一场7战4胜的比赛中，他投出了在最后的0.1秒，他投出了关键的制胜的那一颗球。然后他跪在地上痛哭。这个是人们花钱去看的原因。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场景想一下，如果今天是10个投篮100发100中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从球场的这个角投进那一个角的球框里面，你会想要花钱去看吗？100块你可能都不会想要去。这个就是为什么艺术，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重要是的原因。所以这个问题的前提它不会存在。因为艺术家画的都是他们生命中的故事。艺术啊，的确是生命的情感的表达。那么 AI 呢，只是把这个东西工具化了，把绘画当作是一个好像是这个利益交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是非常不一样的，出发点就不同了。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展鹏聊。在我的作品中，我希望它传达的是一种泛亚洲的概念，然后甚至我使用的材料也是不同的亚洲文化的材料，比如说金箔、银箔，比如说岩彩绘画，比如说水墨画。然后它的这些绘画形式也是一种很综合的，比如说你可以感觉到一点点浮世绘的感觉，一点点水墨白描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这种金箔、银箔的使用的技术，所以它是一种很综合体的感觉。展鹏看你的绘画啊，有时候我也得到一个
蛮特别的感受啊，因为我们说画作都要把它保存的好好的啊，即使上面有一些什么时间的斑驳什么要把它修复哈，一般都会这样做。可是你的画却刻意会在上面留下一些也许说残损啊或者斑驳啊，一种时间历史感的记录留在上面啊。为什么这样做？背后是什么概念？日本有一个美学叫侘寂，侘寂，我记得它是叫 wabi sabi，侘寂的概念基本上是说，一个物体它破碎了，在经过修复之后，它形成的一种美感，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美感，而是一个残缺的美感。它代表着时间的流逝，代表着使用者在使用这个物体的过程的痕迹。所以我认为，残损被破坏本身它就带着美感，带着时间，它也带着我们生命中都会必然经历的伤痕。我跟很多人都一样，我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们都经历过生命的挣扎，生命中的奋斗，生命中的失去，每经历过一个生命中的事件，它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伤痕，然后我们会把伤痕修复起来，再继续往前走。这一连串的过程，对于生命的伤痕修复、继续强壮、再往前走，我认为是非常美的。它应该体现在我的作品里面。所以呢，这个侘寂的美学应该是属于一种日本的东方的美学啊，你却用在一个你的这个西化的作品上面哈。那这是不是也跟你就是说，你现在除了在洛杉矶跟台湾作画，你的作品也经常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展出，里面有欧洲的像意大利、英国啊，或者在亚洲像日本、韩国都会去啊。那经常碰到这种异文化的观众跟他们做接触，也就是说你的画作其实是碰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这个对你的创作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带来什么样的考虑跟影响？对，所以您会看到我的作品中会谈到一些来自日本哲学的概念，也会看到欧洲的哲学体系的概念。事实上，随着我不断旅行，跟当地的人合作，接触的过程中，我都会得到很多的成长。我在日本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日本文化的那种肃静、肃穆，那种细腻、纤细。当我到意大利旅行的时候，以及展览的时候，意大利真的是太美了。你会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的呼吸中都带着那种15世纪以来的空气。我呼吸着跟达文西一样的空气。然后他们的家族章文，欧洲的贵族的、意大利的家族章文，都还雕刻在这些建筑物上面。这种一点一滴在旅行中留下来的任何的印记，都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也成为我的哲学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我想本来这个艺术一个尤其是不朽的艺术，应该就是跨越时空的嘛不管在意大利或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那么但是很多像刚刚提到达文西他当初怎么可以创造出那样的绘画？他很多的那种功法或者他的工具是什么都失传了。可是我发现你却这个为了要再现也许古时候的那个记忆，你会这个创作出比方说像这支笔，对，就是你发展出来画头发的一种笔
那么还有呢，你也创作了一些功法，例如说像素照染法啊，这也是你发展出的一种绘画方法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方面你的努力。大家应该听过那个 Elon Musk 世界首富常常提到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我其实也常常用第一性原理在思考，比如说，到底什么是 First Principle 呢？比如说我们Elon Musk 他当然知道丰田怎么造汽车 ，Suzuki 怎么造汽车，他知道，而且他去学了怎么造汽车。但是他并不是用 Suzuki 怎么造汽车的方式在造汽车，而是他重新去思考，我知道了你造汽车的方法，可是我要怎么样子从零开始设计我的车是一个更好的，所以所以 Tesla 它的车架是一个完整的钢塑的灌胶，那叫什么？浇灌而成的整体，它不是像以往汽车制造商，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零件我跟中国的某某厂去叫，这个零件我在日本哪里生产，这个零件我哪里生产，然后最后大家一起运到工厂，然后组装。对，它不是，而是我重新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塑造这台车，所以我去浇灌这个车的壳子，骨架，所以Tesla 是 maybe 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因为它的骨架都不是用组合起来的，没错。所以基于这个想法，当我要解决画面上某一个问题的时候，for example，当我想要画头发，但是没有一个足够好的工具让我画头发，我就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子把头发画得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一些制造笔的厂商，然后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样本，比如说我这个笔毛要多长，我要什么样的笔毛，动物毛、尼龙毛，或者是狼毫，或是猪鬃，我的笔毛的量要多少，要多长，都是各种不同的比例，然后我实验了非常多不同的比例，重新的。就像我说的，重新的去思考，重新的去为我自己打造一个完美的工具。对，所以它这个笔毛跟它笔毛的长度跟笔毛的量都是我重新打造的，然后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刀嘴蜂鸟笔。刀嘴蜂鸟笔，对，这是刀嘴蜂鸟是一个真实的鸟是。那么像素照染法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OK。照染法来自一个15世纪以来当时的艺术家们发明的一种绘画方式。他们要选透明的颜料，因为颜料有分透明、半透明、半不透明，叫不透明。那他们要选透明的颜料，然后利用油脂的透明的效果。举个例子，这是一个照染层，这是油画的底层。一般我们看世界中的颜色，比如说我要看黑色，光线这样照射下来，它几乎没有什么反射，所以我们眼睛中看到它是一个黑色的。是。那像您穿的黄色的衣服，光线照到您的身上，黄色反弹回来，所以我才看到黄色。这是一个物理的视觉。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在您的衣服前面加了一个透明的，但是带有颜色的一层滤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黄绿色的衣服，甚至您的皮肤也会带着绿色的滤镜。那这个就是照染的概念，这是一个光学性质的视觉，而不是物理性质的视觉。这是照染。那我就开始思考啦，照染是一个15世纪的视觉语言。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来就没有用这样的视觉语言在观看。我们这个时代观看的视觉语言是什么？ Pixel 像素。因为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看着手机荧幕呢？一个平板荧幕。我们在家看电视、看手机荧幕、看 iPad。是。我们走到街上看的是大荧幕上的广告，我们去电影院也是看大荧幕。我们这个时代的视觉语言是像素。所以我想把500年前的视觉语言
这就是我所学习的过程的背景，跟这个时代的视觉语言像素。像素是这个时代最小的视觉中最小的粒子，萤幕中最小的粒子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发明了自己的一个绘画系统，叫 Pixel Glazing 像素照染法。那么这种绘画的方式那么因为像现在的话都讲求要速度、效率等等，会不会因为这个古代的方法的一种参考，让它在画作在这个制作上面是比较慢的？对，是很慢的。那这个会，如果说对于一个年轻艺术家，他想要快速完成的话，他会愿意 follow 这样的方法吗？我认为我们总是要去回应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回应这个时代，不代表我们要顺服于这个时代。如果时代是有问题的呢？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朝着堕落狂奔呢？我认为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更慢，是我们要更内在、更深沉、更慢。特别是 AI 出现之后，在 AI 的出现之后的时代，我们可以在非常快的速度创造出一个图像。你不用完全自己，你几乎不用自己参与，你没有人的成分在创造这个图像。是。今天 A 来做这个图像 ，B 来做这个图像 ，C 来做这个图像，人是没有差别的，是人是不需要存在的。你只要给一个指令，那个指令是谁给都无所谓。因此呢，在现代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功夫而已，还要有个清醒的头脑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展鹏聊。我不会单纯的只谈一件作品的图像，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思考的都是一整个系列，然后我们在思考的是这个艺术家在这个时期他表现的整个形态。我们要看的是一个艺术家在一个时期他生命的转变，然后他作品表达的方向的不同。展鹏，你提到我们需要的是慢我知道呢，有时候你花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张画作那么难道时间对你来讲没有压力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在上一个题目中，我们谈到 AI 出现之后，我认为在 AI 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我认为需要做的工作是重新的定义什么是人，以及未来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跟 AI 前 AI 后，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究竟在未来什么是重要的？我认为是两个概念：人性 （humanity） 与手艺 （craftsmanship）。手艺我们也可以用日本的翻译来说，日本会把它称为工匠精神。但是我觉得它远远不只包含工匠精神这个概念，它是更强调人的手的介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 AI 的时代 A 跟 AI 说什么， B 跟 AI 说什么， C 跟 AI 说什么，没有差别，任何人都可以变成那个角色。真正重要的是 AI 做了什么，而不是人类的存在。可是手艺是人的手，这个是真正带有灵魂跟温度的东西。那现在普遍，比方说在学校里面，年轻学生已经都会用很多的电脑科技或者绘图软体不管是他从开始到完成，或者说只是帮他做打底稿的这个部分一个帮助他的工具那对于这些学生所谓的手工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们要怎么面对？如果我们今天身处在的社会是一个我只要最快的效率达到结果的社会，那学生学手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社会它只是把人类培养成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掉的零件。或许你会觉得这个社会很熟悉，但是
AI 的出现会加速这件事情，让人类变成零件。而人类终有一天会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人会自己忘记它的价值所在哦。人已经忘记了，已经忘记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的工作。是。我们回到你的作品啊，那我们看这边有一张海报，这是你比较近期的作品啊，是在洛杉矶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媒材的部分，那里面我除了看到有一些好像似乎类似像是我了解的这东方水墨绘画的笔触，但也有所谓的西画的这个油画的笔触啊。那么还有这边呢，就像是金箔贴出来的啊，感觉到是非常符合的东西方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这种媒材啊的这种运用啊，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背后的创作的想法？好的，对，这是我现在在美国的个展，在洛杉矶的个展。到美国以后，我第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我是从台湾来的。这个概念其实蛮矛盾的哦。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多种族的国家。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说美国是一个多元民主融合的国家，但事实上，当我们真的生活在那边，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真的很融合，它只是像一个一个的部落，拉丁裔的、墨西哥裔的、华裔的，还有一般的白人，那白人也有分意大利来的啊，西班牙来的啊，他们就像一个一个部落，还是持续的生活在他们的族裔里面。当然，它会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事实上，它还是一个我会称为是一个部落形态。所以到了美国，我会更强烈的意识到我自身的文化。但是对美国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泛亚洲的文化，因为美国人不会真的很搞得清楚我是来自台湾，我是来自日本，我是来自韩国，或是东南亚或中国。所以我的绘画，我想在美国提出一个泛亚洲的概念，以及一个移居者在美国的心情、心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创作。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作，叫思乡镇。是我在美国的作品。所以你会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东方的绘画的媒材跟系统，所以它是一个混血，东方与西方的混血，当代与古典的混血。那么你的作品呢现在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展出了嘛哈。那么从这个纽约、洛杉矶、伦敦哈，那么东京等等地方都去展过了。那么所以呢，你也是随着你的作品漂泊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那你有没有考虑到，那你自己最后的终点是在哪里？台湾是我的起点，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个世界的地方。然后我在台湾所吃的、看的、体会的，都融入在我的作品中。但是我认为这一条艺术创作的旅程没有终点。与其说我们在寻找一个终点，不如说我在这一段旅程中不断尝试着拓展自己的边界。我想看看我到世界各地，我到洛杉矶生活这段时间，我能够把自己的边界拓展到什么程度。那在不同地方展览，应该也跟不同文化的观众有所接触啊。在这么多的展出经验当中，有没有哪一次的一种跟观众接触的经验令你感到很难忘的？我这次在洛杉矶的个展嘛，然后有一个观众问我为什么我要创作这个系列，然后那件作品是一个女生，一个主角躺在河里面，然后旁边是我用水墨画一些花草。然后我跟他说，作为一个移居者，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窗外行走的陌生人的脚步声都格外的强烈。然后我每一天都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来到这里？我这么做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能够在这个国家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吗？我应该回去吗？我每一天都在问自己。然后我就像躺在一个情绪的河流里，就是画中那个角色。然后我任由不安感、未知感、焦虑感的河流从我身边流过，而我躺在里面。然后当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的时候，他已经哭了。我印象很深刻。那相信他跟你的画作也互相凝视了很久啊，那么才可以有这样深层的感动啊。那么我们刚刚谈到呢，现在 AI 的出现，我们人已经在这种快速讲求效率的社会当中，忘记了自己的价值啊。那这也许就是你现在更确信你所从事的艺术工作的一个价值在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啊。我相信，而且我认为人们在不会很遥远的未来会意识到它如此重要。而且我相信在不会很久的未来会一堆人想要进入艺术产业。是，那么你希望呢，当观众看了你的画作他可以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来离开？我希望他们离开以后可以感觉到他们生命中的某一种伤痕，或是生命中缺乏的东西被填满了，那个空洞被填满了，就仿佛是我自己的空洞也透过我创作作品逐渐填满了一样。我想呢，人呢投身到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在疗愈或者在学习怎么样让那个受伤的灵魂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康复或者提升那么这也是我想艺术的使命。我认为提升这个词非常好，应该是我们透过生命中的撞击，但是我们让自己升华，让自己超越这件事情，超越这个伤痕，但是真正的本质是超越自己。是，今天非常谢谢展鹏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画作，还有他背后的理念，谢谢您。谢谢彬哥。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